阿华32岁的工程师，熬夜打电动，重口味外食。他总觉得自己身体好得很，没想到半年前开始出现疲倦、水肿，甚至偶尔恶心。他以为只是工作太累，直到有一天加班时突然晕倒，被紧急送医。医生脸色凝重地告诉他：“你的肾功能只剩下不到30%，再晚一点可能就要洗肾。”你以为自己年轻就没事？你真的了解肾脏的隐形威胁吗？这就是慢性肾脏病被称为隐形杀手的原因，因为初期几乎没有任何症状。别担心，今天我会带你破解这个隐形杀手的秘密，并分享一套护肾秘籍。这套方法是参考国际 KDIGO 慢性肾脏病治疗指引，也是全球肾脏科医师都在遵循的护肾秘籍。为了更清楚说明，我把护肾策略分成3个阶段。第一阶段，生活习惯管理；第二阶段，大多数病人的第一线药物治疗；第三阶段，针对并发症的精准治疗。接下来就让我们逐一看下去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宽宽医师的频道，我是肾脏科宽宽医师，一起关心你我肾脏的健康。我一直强调极简护肾，护肾并不复杂，我们不需要依赖神奇的产品或繁琐的疗法，只要简单的改变一些生活习惯，就能守护肾脏健康。点击说明栏下载护肾手册，用最简单的方法让肾脏更健康。第一阶段，生活习惯管理。这一阶段是基础，打好基础才能往下一步走。要照顾好我们的净水器，绝对不是一开始就猛吞药物，而是要从最基本、最重要的源头管理开始做起。就像在家里，如果一开始就先把垃圾分类分好，清洁工作自然就轻松许多。这就是我们肾脏健康的基石。好的生活习惯，首先先来看健康饮食。你的餐盘其实就是你护肾的战场。以下分享几个案例。张妈妈是典型的台湾妈妈，餐餐大鱼大肉，炒菜必加豆瓣酱、沙茶酱才够味，还常说反正我不胖啊，多吃点没关系吧。早餐有时候还来份香肠、火腿，结果呢，常年高血压。最后肾功能拉警报，这就是高盐饮食典型的后果。除了要少放盐巴、酱油，更可怕的是那些吃起来不咸但钠含量却超级高的加工食品，例如泡面、零食、饼干，全部都是隐形的高钠陷阱，所以我们钠要限制。王先生是健身狂人，为了长肌肉，每天都大把的蛋白粉、鸡胸肉往嘴里塞，心想蛋白质不是很健康吗？但问题是他的肾功能本来就不好，已经有慢性肾脏病，过多蛋白质会产生大量的含氮废物，肾脏这个过滤器，只会越超坏越快。对于肾功能受损的人来说，重点是要吃优质的蛋白质，并适量摄取即可，像是鱼肉、鸡蛋、豆制品都可以，但一定要在医师或营养师指导下调整，千万不要自己乱补，吃过多的蛋白质哦。李阿姨听说多吃蔬果很好，每天就狂嗑香蕉、奇异果，结果抽血一验，血钾高的吓人，差点引发心律不整，甚至有猝死的风险。因为肾脏功能不好的人，钾离子会排不出去，反而堆积在体内，对心脏非常危险。所以记住，虽然蔬菜水果很好，但对于肾脏有状况的朋友，一定要问过医师或营养师，不要自己乱吃。再来是规律运动，运动就像给肾脏充电了。陈贝贝他以前是个标准的沙发马铃薯，整天呢就窝在家里看电视，体重直线飙升。后来检查出早期肾脏病，医生建议他要动起来。他每天散步15分钟，慢慢加到
快走30分钟，半年后体重下降了，血糖、血压也稳定下来，连肾功能也跟着稳定住。运动就是这么有用，建议大家每周要累积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，像是快走、慢跑、游泳、骑单车都很适合，循序渐进，慢慢增加运动量。再来是戒烟，戒烟这个就没有模糊空间了，就是一个字：戒。吸烟会让血管硬化，直接影响肾脏的血流，让肾功能加速恶化。我有个病人，抽烟抽了10几年，自觉身体还行，直到肾脏坏到必须要洗肾，才后悔莫及。所以为了自己和家人，请下定决心把烟彻底戒掉。最后是体重管理，过重或肥胖是高血压、糖尿病这2大肾病元凶的温床。想想看，你的净水器要处理更多的废物，负担当然会更大。记得计算一下身体质量指数，也是 BMI， 目标是控制在18.5到24之间啦。就算只减一点点体重，也能替肾脏减少不少压力。第2阶段，大多数病人的第一线药物治疗。当生活习惯这个基础打好后，专业医师就会为你这个肾脏净水器开出基本配备的处方签，就像帮净水器装上几个必不可少的高效能维护工具。其中有3种非常重要的药物是治疗肾脏病的第一线用药哦。第一 ，SGLT2 抑制剂，不只可以降糖，更是护肾的超级英雄。大家可能听过俗称排糖药，以为只有糖尿病的病人才需要，但最新研究发现，它对于肾脏病患也是超级英雄。它就像一个智慧的过滤器，帮肾脏排出多余的糖分和盐分，大幅减轻肾脏的负担。我见过一位患者，本来肾功能一直慢慢下降，蛋白尿也很多，用了这个药之后，肾功能恶化速度明显下降，蛋白尿也减少，成功延缓洗肾的时间。重要性高到医生会建议持续使用，直到洗肾或换肾为止。第2，血压控制。高血压是肾脏病的头号敌人之一。想象一下，肾脏里有无数的微血管，如果血压长期过高，就像这些强大的水流冲刷这些细小的微血管滤网，久了这些滤网会破损硬化。医生通常会要求收缩压控制在120毫米汞柱以下，通常会使用肾素、血管张力素系统抑制剂，就像是肾脏里的智慧泄洪阀，帮助血管放松，降低血管内压，有效保护我们肾脏内的微血管。所以我们稳定住血压，就是稳定住我们肾脏功能。第3 ，Statin， 它是血管的超级清道夫。很多病人会问我，宽宽医生，我是肾脏不好，为什么还要开降血脂的药物给我呢？事实上，肾脏病患常伴随着高血脂，会增加心血管疾病和肾脏恶化的风险。血管里如果堆满这些坏的胆固醇，就像水管里充满粘稠的垃圾，血流不顺畅。而 Statin 就像是血管里的超级清道夫，有效清除这些堆积的垃圾，让血液流通能够更顺畅，也同时保护血管和肾脏。接下来我们进入第3阶段，针对并发症的精准治疗。当肾脏病再继续恶化，进展到一定阶段，你的这个净水厂可能会出现一些并发症或特殊的问题。这时候就需要针对这些状况的精准治疗，像医生会使用不同工具对付不同的战场一样。首先是高血糖的管理，如果糖尿病是肾脏病的主要原因，那我们控制血糖就是永恒的课题啊。除了刚前面提到的 SGLT2 抑制剂之外，医师可能还会使用
GLP-1RA 这类药物，它就像是身体里的血糖警察，能够帮助身体更有效利用胰岛素，更精准的控制血糖，减轻肾脏负担。面对于顽固性的高血压，多重降压的药物就会联合出击啊。有些人的血压特别顽固，难以控制，用第一线药物还降不下来，那医生就会启用更多的降血压的武器啊，比方说钙离子通道阻断剂或利尿剂，它们能够帮助血管放松，排出多余的水分，进而降低血压。今年呢，还有一个新的药物，非类固醇型矿物皮质素受体拮抗剂，Finerenone。对于糖尿病合并肾病的患者来说，效果非常的好，能进一步降低血压和蛋白尿，稳定肾功能。再来是对于心血管疾病的治疗，肾脏病和心血管疾病常常同时出现，像是难兄难弟。除了控制胆固醇之外，医师可能会使用抗血小板的药物，例如阿司匹林，那就像是交通管制员啊，防止血小板凝集形成血栓，避免心肌梗塞。如果胆固醇仍然非常高，除了 statin 之外，医师会考虑用更专业的清道夫，像是ezetimibe 或 PCSK9 inhibitor， 帮助更强力清除血管内的胆固醇堆积。当肾功能进一步下降，我们的进水场可能会出现其他并发症，例如贫血、骨质病变、代谢性酸中毒等问题。肾脏科医师呢就会针对这些问题给予治疗，例如补充铁质、红血球生成素、调整钙磷，或者调整体内的酸碱值。这些都必须在医师专业评估下进行，切勿自行判断、自行用药。总结一下今天内容，看到这里你会发现，照顾肾脏其实就像在操作一台精密又复杂的净水厂。从第一阶段的生活习惯管理，到第二阶段大多数病人的第一线治疗，再到第三阶段针对并发症的精准治疗，每个环节都缺一不可。我这边想强调2件事情：第一，一定要定期追踪肾脏功能。肾脏病的治疗是一个动态的过程，就像净水厂需要定期检修一样。一般建议每3到6个月就要回诊检查一次，让医师评估并及时调整治疗方案。第二，一定要医病合作。以上分享的治疗指引不是要大家自己照着买药吃，而是希望你和医师建立良好的合作，成为你健康团队的一员啊。你自己最了解自己身体的状况，让我们一起努力，才能更有效守护肾脏健康。亲爱的朋友，无论你是否已是肾脏病的肾友，都请从今天开始吧，把这份护肾的策略融入生活，让幸福的人生从今天开跑。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们有所帮助。如果喜欢我的内容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是肾脏科宽宽医师，一起关心你我肾脏健康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